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的张姐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呢也算回忆一下老北京的一个吃食，叫团圆饼。家里边呢，在8月15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蒸一个团圆饼，然后呢，一锅呢只蒸一个，这就寓意着什么呢？家的味道和团圆的味道。咱们取1斤左右的面粉，中间挖个洞，搁上一些泡打粉，一点一点的和面。这个面呢，也不要和得太软，太软了以后它也是没有口感。也是买咱们的精面粉就可以。春秋季节呢，就可以用咱们接的凉白开呀，或者是冷水就可以。在冬天的时候呢，要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和面，这样呢发酵比较好。你觉得面已经光滑了就可以了，找一块湿的抹布给它包上，要让它发半个小时。冬天的时候大概是40分钟。在面发醒的过程中呢，我再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辅料，一共呢分4种。一个呢是老北京的芝麻酱，芝麻酱呢拿起来就可以用啊，不用卸。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红糖，红糖呢要放一点面粉给它调一下。我们小的时候吧，商品都比较匮乏，就像红糖啊、白糖啊，都得需要本儿啊，不识本儿，每个月很少或者半斤好像是哈。完了呢，看着自己的妈妈呢给我们蒸糖三角，完了呢就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这么抠啊？放那么多面粉，你就给我们放红糖吧，好不容易蒸一次哈。我妈妈就说了，你要是直接放糖，你就根本拿不起来，一蒸的话，它就顺着手就流下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一直我都在记着，这是一个小笑话哈。还有呢，第3种食材呢，就是我们的果料。这个果料呢，按照过去老北京，我们就买一袋10几果料就可以了，什么都有，可以给它切碎。现在呢也买不到。今天呢，我就预备了一些金糕条，然后还有桂圆肉，这个都是甜度挺大的啊，这也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哈。然后呢，还有杏干儿，都给它和匀就可以了。第4种食材呢，就是我们的干果，但是呢，也不要搁得太多，太多了以后呢，它味道就体现不出香的味道了。现在呢，可以一些白芝麻给它炒熟，黑芝麻、花生碎，还有一些核桃碎，这个呢最好都用擀面棍呢给它擀碎，这样呢能吃出它香味来。然后我们给它调制备用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看看啊，这面已经发了，然后咱们呢稍给它和一下，发得很好，然后咱们给它切一下，这是底座。有些人会问了，为什么底下这个这么大呀？这是咱们底座。咱们这个团圆饼啊，为什么叫团圆饼呢？就是大家围在一起吃，然后呢，它是有很多层的。这个层呢，也可以根据咱们个人哈，比如说今年有个老爷爷、老奶奶过80大寿，咱们就弄它8层。第一个面团呢要大一些，它是作为底座，给它呢稍微边上擀薄一点，因为它在发制的过程中呢，它会变厚，越薄呢吃起来越好。但是中间呢一定要稍微厚一点，因为它一层一层的呢，它会把中间那个压得很薄，它会露馅，是吧？像8月15啊，我们弄5层，全家人坐在一起切着吃，这样呢很有家的味道。第1层呢，咱们先抹芝麻酱，放红糖。建议呢，第1层就别搁干果了，或者是少量的放一点，
很有食欲的哈。我们在做这个团圆饼的同时，让我们心里头就想着大家全家特别温馨，是吧？这个吃的就是一个细心制作的过程，很有成就感。我们第二层也是这样，一层一层的把它都放进去，最好把这红糖给它碾成碎一点。这个4种呢，就是先放芝麻酱，然后呢放红糖，然后放干果，再放什么果脯，这样一层一层的，吃到嘴里头也是有层次感，酸甜香，还有面粉的香。咱们封顶的时候就是跟掐包子似的，一个方向给它兜上来，饼盖给它盖上，然后稍微拍打一下，这样一下翻过来，团圆饼嘛，是吧？往上团一下，整一下行。然后呢，把咱们面粉上边呢拍一点水，为了好看呢，咱们上面放一些大枣。这个枣我为什么没有放在里边？里边啊，有时候咱们没有去核，一吃到的时候它会硌到牙。上面呢，你也可以搁一些别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还是真材实料在里边吧。咱们呢，生坯呢已经做好了，在咱们做的时候呢，就把火点上，这样的话开锅，省得这个生坯啊，做完了以后就马上开始蒸，要不然它会变形，就外观不好看了，因为它里头的佐料特别多嘛哈。好嘞，上锅蒸。大火蒸至40分钟就可以。大家坐在一起，切开来以后，它是层次很分明的，吃到嘴里呢，软糯、香甜，特别好。大家一起团圆，祝大家中秋节阖家欢乐。